大家好，我是副教厨。上次就是妹夫生日，我们吃的那个狮子头炖瑶柱，那个汤很好喝，所以今天就打算做出来给家人喝。我是打算拿一块里脊肉跟五花肉来做，这样口感会比较好。给它切成小块。朋友们，这五花肉的皮一定要给它削掉，不要。然后直接把这个肉馅加入到绞肉机里面打碎。这个肉馅就不要打得特别细，要有一点颗粒感的话，口感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吃起来太绵了。朋友们看一下，像这样摸起来有一点颗粒感的就可以了。朋友们再准备一把这种马蹄，增加脆感，给它切粒。这个学名就是叫碧琪，如果买不到的话就不用加也可以。然后直接加入到肉馅里面去。再准备2根葱白，然后切末。然后我们开始调味，加1勺盐，适量的白胡椒粉，一点点料酒，来一点点蒸鱼豉油，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蒸鱼豉油是没有什么颜色的，如果你是加酱油或者是老抽那种的话，就是做出来这个肉就会颜色比较重，等一下做出来那个汤就不是特别清澈。这种馅儿就是跟像做包子一样，就是一定要朝一个方向搅。然后像这样彻底给它混匀，放一旁备用。接着我们做葱姜水，为了等一下这个葱姜水不会变绿，所以我用的大葱，不是用小葱。然后姜丝，倒清水，抓捏出来。朋友们，做这个葱姜水主要就是等一下吃狮子头的时候就不会吃到这个姜末的颗粒了，因为很多朋友也不喜欢那种味道，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把葱姜水分次的倒入肉馅里面，然后等这个肉馅完全吸收了，我们再加第2次，然后继续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打上劲儿。这个肉一定要吸饱水，等下做出来那个肉质才会非常的鲜嫩。好了，朋友们看一下，就这样，有一点点拉丝就可以了。然后朋友们，这是我提前做好的水淀粉，就是用玉米淀粉用水化开就可以了，加入3勺，然后继续搅打均匀就可以了。水淀粉主要就是为了锁住这个肉质的水分，而且可以增加这个肉的粘性，等一下就不容易散。好了，朋友们，现在的肉就特别的香了，直接取一撮这样团。大小就是根据自己的掌心这么大，像这样就可以了。直接放入炖锅里面，一定要是冷水入锅。朋友们放的时候也要轻柔一点。我们这个炖锅可能只能放4个，还剩下一些馅料，晚上去村口买一点饺子皮回来包，好久没吃饺子了。加入1小块拍碎的生姜，然后这个是提前泡的这个瑶柱，1小把就可以了。朋友们，我今天用的隔水炖，如果是用砂锅炖的话，就是用小火了。我这种隔水炖就是炖2个半小时。炖了1个半小时过后，我们打开，把表面这一点点浮沫给它撇掉。然后加入洗好的鸡枞菌，如果有买到那种鹿茸菇的话更好，就是味道会比较浓。为了增加汤的鲜味，可以加几颗这种洗净的蛤蜊。调味的话，我们只加盐就可以了。然后继续盖上盖子炖1个小时。我们汤品就炖好了。光看这个汤的颜色就很鲜，敬你一个。因为昨天晚上普渡还剩下了一些菜，这个鹅肉，还有这个皮皮虾，所以我今天晚上就炒的比较少。这是清炒桐花菜，然后西红柿炒蛋，这是我跟妹妹的水饺，调了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然后狮子干贝菌菇汤。妹妹，那个是你自己包的那个吧？啊，扁的就是你包的，这个鼓起来的是我包的。妈妈，你要吃水饺啊？
妈帮你夹。我的那个糖果的呢？糖果帮你拿。哥哥，水饺，宝贝，水饺，这叫水饺。哥哥也要水饺，不要了，我水饺。好难。谁要吃皮皮虾？我要，我要，我也要吃大只的。哥哥大大。辣辣，这不辣辣，要不要尝一下？辣不辣？不辣哦，多厉害啊！妈妈，牙齿卡住嘴巴了。哎，没有。哥哥，妈妈，哥哥，爱你也会，爱你也会，哎，没有，爱你。棒棒，点赞。刚开始我以为没有料，没有肉，那这个壳是有肉的，我就决定想要吃壳。哎，没有。看爸爸跟妈妈谁剥得更快，加油！加油！ 2个了，评分。妈妈晚了2秒，下次继续努力。合家，嗯，合家，佛家，